这不可能！不只是他，林叔叔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也是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震惊之色。当时他就躲在这柜中，里面分明什么都没有，还有那香炉中的媚香，之前也是没有的。突然想到了什么，林叔叔蓦地抬头看向了身侧的楚九卿，而楚九卿则是垂眸回看向了他，微微一笑：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皇上，这是陷害，臣女是被人陷害的呀！陷害？南婉音呐，你当所有人都是瞎的吗？南婉音，你说自己是被陷害的，那你便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若是你拿不出来，那朕便只能当你是在狡辩。南婉音的眼眸里已是一片猩红，她拿不出证据，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然后整个人扑了过去。他想挠花林叔叔那张让人生厌的脸，只是他还未碰到林叔叔的一片衣角，有人速度更快地挡在林叔叔面前，一脚将他踹倒在地，毫不留情。九卿表哥，你为何？南大小姐，本王与你并无亲缘关系，但不请这一声表哥。皇帝还未出声，太子楚君情跪在地上先开了口：父皇，一切都是儿臣的错，恳求父皇不要责怪婉音，要罚便罚儿臣吧。皇帝神色复杂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楚君情：你当然有错，身为一朝太子，却是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那朕便罚你在东宫禁足3月，朝中之事你日后也不必再插手了。你可有怨言？儿臣没有怨言。皇后管理后宫不当，也一并罚禁足3月。是，臣妾必当认真思过。南婉音，今日之事，朕念在你年纪小，看在你母亲的份上，饶你一命。父皇，儿臣心悦婉音已久，想娶她做太子妃，还望父皇成全。他刚算计过你，你说你要娶她？是，一切都是儿臣的错，儿臣不怪他。儿臣早已到了适婚的年纪，如今东宫正好缺一位太子妃，儿臣瞧着婉音甚好。南婉音，你可愿意？回皇上，自古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臣女不敢自己随意定夺。好，那朕便找个时间同你母亲商议。禀皇上，臣女的堂妹已失身于太子殿下，不知太子殿下打算如何？父皇，儿臣愿意对他负责。那便找个日子将他抬进东宫吧。一场风波就此落下，最后倒霉的却是始作俑者。太子失势已成定局，随后殿内便只剩下了林叔叔和南婉音二人。林叔叔，你很得意吧？不过你得意不了太久的。你今日害我至此，我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哼，南婉音，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明明是你设诡计暗算我在先，我不过是在自保而已。你自食恶果，完全是你自己技不如人，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冤有头债有主，你就算是要报复，也该去报复你的太子殿下啊！不对，说错了，应该是你未来的夫君。夫君一词彻底刺痛了南婉音的内心。林叔叔，你这个贱人！南婉音，你又想做什么？林叔叔，你别得意得太早。你以为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能让摄政王对你另眼相看了？哼，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你配吗？闻言，林叔叔冷冷一笑，手上拽紧南婉音的手腕，用力狠狠一推。你以为你又能好到哪儿去？不过是一个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南婉音，我警告你，最好不要再来招惹我，不然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说罢，林叔叔甩开手，冷哼一声走了出去。没事吧？林叔叔摇了摇头。南婉音一出来，看到的便是楚九卿与林叔叔面对面而立，他低头含笑着与林叔叔说话，眸中关切之意昭著。这一幕在南婉音看来真是异常的刺眼。他看见他转身与林叔叔并肩往殿外走去，南婉音咬了咬牙，到底还是忍不住的开了口：请摄政王，请留步。有事？我林叔叔挑了挑眉，眼神无波无澜地看向了楚九卿，淡淡的开了口：王爷，臣女还要去找臣女的父亲，先行一步。说完，林叔叔对着楚九卿扶了扶身，不等楚九卿反应，便直接走了出去。只是林叔叔刚走出去没2步，就被楚九卿轻轻拉住了手臂。那叔叔走慢点，等等我可好？林叔叔微微一怔，没有说什么，接着往外走去。只是听他这样一说，那脚步还真就下意识地慢了下来。
楚九卿目光一直看着林叔叔离开的背影，他嘴角微微上扬，漆黑深邃的眼眸里漾着几分清浅的笑意。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回头看过一眼身后的南婉音。王爷，林叔叔是被三皇子殿下当众拒过婚的。那又如何？这又不是他的错。可他心里一直喜欢的是三皇子殿下，喜欢的是你的亲侄子，这是整个京城众人皆知的事实。堂堂战神摄政王，怎么能和一个被自己亲侄子厌弃的女人在一起？你就不怕被满京城的人耻笑吗？说够了吗？本王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智慧。楚九卿冷白俊美的面容上浮现狠厉。南婉音，就这一次，还有下一次，本王会让你为自己所说的话付出代价。他不是你能随便出口侮辱的，舌头不想要就趁早割了。无形的威压和气势从四面八方涌向南婉音。南婉音，你今日所做之事，本王念在你母亲的份上没有下死手，若有下次，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生不如死。说完，直接抬腿酷步离去。今日多谢三皇子殿下仗义直言，道完谢便起身打算继续往前走。等等，我有话想和你说。三皇子殿下请说。少女看向他的目光中没有痴迷、爱恋、崇拜和惊喜，有的只是深不见底的平静，仿佛轮回百世的老人历经沧海桑田后，隔着长久的岁月冷漠地看着他，无悲无喜，无爱无怨，却让人心中惶恐不安。今日这般的主动，还是楚君离生平头一遭。从前都是林叔叔伏低作小的讨好他，他从未受他如此冷待过。林叔叔，你如今非要用这种语气同我说话吗？三皇子殿下，想要臣女用何种语气与您说话？从前你不是如此跟我说话的。三皇子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不是早就没有瓜葛了吗？三皇子殿下，若是没有其他事，臣女就先行离开了。楚君离气得想呕血。林叔叔，你与我九皇叔是什么关系？他今日为何会出手帮你？我奉劝你最好离他远一些，他不是你能惹的人。还有一句，他不信也不愿问。林叔叔，你为何和他那么亲近？你是不是移情别恋，喜欢上他了？你放手！臣女没有义务要向三皇子殿下禀告自己的私事。没有义务吗？那谁有义务呢？那些一个个虎视眈眈盯着他看的野男人吗？楚君离，你放开！此刻的楚君离仿佛魔怔了一般，不但没有放开林叔叔，反而变本加厉。放手！楚君离，你清醒点！放开他！冰冷刺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快速走到林叔叔的身旁，抓住楚君离的手，硬生生地将他掰开，随后将林叔叔护到怀中。这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欺负他？他看向被他惊吓到的林叔叔，心口一滞，想要说些什么，却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他只是想和他说几句话而已，他为什么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自己呢？如果他肯像从前那般好好和自己说话，他一定不会失手伤到他的。事到如今，楚君离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解释这一切。楚君离的脸色渐渐灰败了下去，他只觉得心脏被人死死勒紧，难以呼吸。楚九卿没有理会已经呆愣住的楚君离，直接带着林叔叔离开了此处，而这一切都被他身后隐匿在不远处的沈玉娇看在了眼里。等到要离开皇宫的时候，林叔叔这才看到姗姗来迟的凌云云。云云堂子今日可是与人去了何处偷玩？可是叫人一顿好找。我自是比不得堂妹，来的次数多，对这宫中颇为熟悉。我在这宫中人生地不熟的，能去哪儿？不过是想去寻你，在路上不小心迷了路罢了。看来倒是妹妹误会堂子了。瞧瞧这一身的草屑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堂子是偷偷去了哪处草地上与人打滚了呢。闻言，凌云云心中一颤，莫不是她发现了什么？叔叔妹妹可真是会开玩笑，堂子这么大的人了，哪里还能像叔叔妹妹一样这么随意的与人打闹？不过是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沾了些草屑，平白的让叔叔妹妹误解了，倒是堂子的不是了。哼，无妨，咱们赶紧上马车吧，晚了，堂子怕是该冻着了。这样寒冷的冬日里，就是穿了棉衣，在外面待久了也是容易着凉的，更别说那些没穿衣裳的。云云堂子，你说是不是啊？凌云云顿时有几分心虚。叔叔妹妹说的是，咱们赶紧上马车吧。说完，凌云云连忙往自己的那辆马车方向走去。来人了，快去保护大小姐！林小姐，属下是王爷派来保护您的，您不要怕，属下一定会拼尽全力护您无虞。多谢，不知我父亲那边可还安好？林小姐放心，林府的其余人员都安然无恙。闻言，凌叔叔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看来这一切都只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
麻烦少侠先将我的婢女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林小姐，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请您快随属下离开此处。都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了，大家都在拼命的想要保下她，可他却还在关心他的婢女死活。嘿，你别这样说，那是你未来老婆。林叔叔抿了抿唇，这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横竖都是南路，他没得选择。少侠，带上我，大家都走不了，不必为了我一个牺牲全部。林小姐，保护你是我们的使命啊！你们若是再不走，我现在就自刎在你们面前。最后无奈，他带着几人一起带着春桃突出重围，空气中突然传出几道机不可闻的破风声。骏马被利箭射中后臀，就是直接往城门方向奔去。冷冽和暗卫们上前去追赶，全被黑衣蒙面人阻挠了下来。这时，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疾驰而来，正是摄政王楚九卿。他眸光冷睨着那一众黑衣蒙面人，露出几分狠厉，抬手挥出数道带着杀意的狠招。一道道强势内力飞射而出，精准凶狠地打在了每一个黑衣人身上，几十名黑衣蒙面人当即口吐鲜血，倒地身亡。把这些人都杀了，一个不留。随即，他直接飞跃上马，往城外疾驰而去。楚九卿前脚刚走，楚君离后脚就带着大队人马赶来。彼时，林叔叔这边已是凶险万分，马匹发疯，一路以极快的速度狂奔着。林叔叔在车厢内颠簸的摇晃不止，左右碰撞，全身都是不同程度的淤青和擦伤。他咬紧牙关，用尽全力爬出车厢，找准时机，抓住缰绳，奋力跃上马身。马匹发出一阵嘶鸣声，疯狂的上蹿下跳，想要将林叔叔甩出去。林叔叔迅速地拔出头上的发簪，对着马脖子发了狠劲，狠狠刺了下去，鲜血四溅。骏马长鸣一声，声嘶力竭，当即倒地抽搐不止。林叔叔踉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空气里突然传来一道破风声，机不可闻，却又异常熟悉。林叔叔蓦地一怔，抬腿踉跄地往前跑，几次险些跌倒。一支利箭飞速地从他的右肩胛上擦肩而过，直直地插在他身前空地上。他转过身来，眸光冰冷地看向利箭射出的方向。这小美人模样生得也太俊俏了些，老子混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女子啊！哎呀，长得真好看啊，越看越让人心痒难耐呀！哎，可惜了，她是顶头上那位点名要的人，哼，不然咱兄弟今儿个也能在牡丹花下肆意风流一番了。哎呀，瞧瞧这身段啊！既然身子不能碰，那便让咱兄弟们好好上手摸上一摸，体验一把这冰肌玉骨、肤若凝脂、温香软玉的手感是何等滋味。黑衣人首领淫笑着朝林叔叔走来，林叔叔趁其不备，扬袖而起，一大片白色粉末从他的衣袖中扬了出去。那黑衣人首领用手捂住双眼，蹲在地上，发出一阵杀猪一般的惨叫声。贱人，都给我上，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贱人。可以摸，但不该碰的地方都不能碰，留下淤青不要紧，别把人弄残了弄死了就行。若是上面追究起来，就说是他自己一度负隅顽抗造成的。数十个黑衣人摩拳擦掌，对着林叔叔方向围成了一个包围圈，一拥而上。黑衣人近在咫尺，林叔叔面上没有多余的情绪，他似认命般的闭上了那双明亮的双眸。顷刻间，一群黑衣蒙面人嚎叫着，被万千利箭穿破胸膛，倒地吐血而亡。一道黑金色身影从天而降，一只手掌轻轻揽上他的腰肢，将他拥入了怀中。被扣住腰肢拥入怀中的一瞬，林叔叔的呼吸猛地一滞，是他熟悉的冷梅香气。林叔叔刚要睁开眼眸，一双大手覆上了他的双眼。乖，别看。闻言，林叔叔乖巧地靠在他怀中，一动未动。随即冷风也追赶了上来。王爷，怎么不留一个活口？这些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死士，就算留了活口，也问不出什么。检查他们身上可有什么代表身份的东西或是标记？是。林叔叔猝然抬眸，看向了楚九卿，眼底有氤氲的雾气。楚九卿，楚九卿自以为坚固冷静的心脏，瞬间就心疼得不像话。我在，别怕，现在带你回去。在看到楚九卿的一瞬间，他心中思绪几番繁杂，既是酸涩又觉欣喜。渐渐的，一阵疲倦传来，林叔叔好像听到他在他耳畔一遍一遍地说：“小丫头，对不起，我差点又来迟了。对不起，我差点又把你弄丢了。”怎么会丢呢？他不会丢的。在楚九卿抱着林叔叔离开后，楚君离方才带着一队护卫匆匆赶来。他看着地上的数十具尸体，目光幽深似潭。他又来晚了一步，看来林叔叔是被九皇叔救走了。九皇叔，又是九皇叔，为何林叔叔出事，每次总是九皇叔及时出手相助？他那位仿佛站在云端之上、傲睨万物的九皇叔，
何时变得这般乐善好施、平易近人了？再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何时变得如此亲密了？楚君离心中腾起一股异样的情绪，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随即，楚君离便带着他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楚九卿直接将林叔叔带到了摄政王府，府中的管家和一众下人看到王爷抱着一位女子阔步走了进来，俱是眼神一亮。有女子进府，还是他们将王爷亲自抱进来？这在他们摄政王府还是自开府以来头一遭的稀罕事啊！他们本要出声对楚九卿行礼，话到嘴边，被他一个凌厉的眼神扫过，顿时吓得不敢出声。如此情景，众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于是都纷纷自觉地退了下去。楚九卿将林叔叔抱到了他平日里所住的正院寝殿内，一向是最为洁癖的他，毫不在意地抱着满身血污的林叔叔，还将他放在了自己的床榻上。楚九卿看他睡得又香又沉，眼眸里不自觉地溢出几分笑意。他命人端来一盆温水，将一方洁白的丝帕放入水中浸湿拧干，轻轻地擦拭着林叔叔脸上手上的血污。林叔叔的两只手掌心都是一片血肉模糊。楚九卿的眼尾微微泛红，眉眼之间沾了点偏执和戾气，暗沉沉的，叫人不敢细看。擦完，俯身对着伤口轻轻吹了吹，最后他在林叔叔刚包扎完的手掌心处落下了一个轻柔虔诚的吻。随后他合衣躺在了他的身侧，轻轻合上了眼。在他与他之间隔着那段跨越10年之久的岁月长河。楚九卿垂眸凝视着他的睡颜，有种想要彻底将他留在这里的冲动。他想将他豢养起来，以金屋藏之，华服珍宝养之，让他满心满眼都是他一个人。他想独占他，但他也爱他，很爱很爱。爱的前提是尊重，所以哪怕他的占有欲一遍又一遍地唆使他也能克制住，只是内心没有办法豁达大度，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林叔叔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楚九卿的怀里。他不是在做梦？难道他又轻薄了堂堂摄政王？醒了？这是哪里？这里是摄政王府，你现在睡的是我的床榻。为什么要将我带到摄政王府？叔叔，你想知道原因吗？林叔叔重重的点了点头，眼神直勾勾的看着他，看得楚九卿有些失笑。叔叔，我不是一个善心大发会怜香惜玉的人，但是对于你，我愿竭尽所能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如果你想知道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很爱你。当你遇到危险之时，我只想将你带到一个最安全也让我最安心的地方，而此刻那个最让我安心的地方就是这里，就是在我身边。他说这话的时候，眉眼间浸染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暗色，眼神专注的不像话。林叔叔只觉得自己脑海中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炸裂开来，他脑海中一片空白，一度震惊到失语。叔叔，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永远都不。他的后半句话还未来得及说出口，不怕。林叔叔轻轻地开口道，这简短的2个字无异于惊涛巨浪，重重地砸在了楚九卿的心尖上。林叔叔借着半掩的窗扉处透进来的一丝光线，壮起胆子，伸手勾住楚九卿的脖颈，轻身将自己送了上去，轻轻吻上了他的唇。他的唇温度很凉，柔软的，带着一丝丝独属于他身上的冷梅香气，莫名的让他着迷。他无法再欺骗自己，他对楚九卿早已心动。叔叔，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么做，我会当真的。当真了，就不会再给你任何退缩的机会。林叔叔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双手，欲再度攀附上他的脖颈。澄澈的眸中滋泛着一汪春水，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楚九卿眸色晦暗地看了他片刻，突然轻身压下来，深沉热烈地吻在了他的唇上。去空是深流长时间的千千万万把积攒的气息是等我只把情让我一丝
是心中这第一仿佛成为的骄子为我飘往天上。直到林叔叔的一声痛呼声响起，仿若一盆冰水从楚九清头上浇下，瞬间就熄灭了他体内所有的热情。怎么了？是不是我弄疼你了？楚九清，我没事，你别担心。他低头看去，只见林叔叔肩胛上不久前刚包扎好的伤口正不断往外渗着血迹，随即快速翻身下榻去找药箱，给林叔叔重新处理起伤口。叔叔，重新包扎伤口需要把伤口旁边破碎的衣衫撕开，可以吗？林叔叔顿时红透了一张脸，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没说话，就代表是默认了。刺啦一声，楚九清小心翼翼地扯掉了林叔叔肩上破损的衣物。楚九清弯腰俯身，拿出了一个白色小瓷瓶，将里面的白色粉末撒在了他的伤口上。林叔叔瞬间疼得呼吸一滞，脸色煞白了起来，额头渗出点点细汗。是不是很疼？疼的话别忍着。将胳膊放到了林叔叔嘴边，其中意思不言而喻。很快就不疼了。最后，楚九清动作温柔，小心翼翼地替他包扎好伤口，说不触动是假的。这般被人视若珍宝，捧在手心，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此刻，一颗心脏因他而疯狂跳动。林叔叔低头看向了身下被自己弄脏的球被和床榻，顿时面露尴尬和窘迫之色，几分不安的道：“对不起，我……是我的不是，是我疏忽了，没能给叔叔准备好干净的衣物。我先帮你去便店找身干净的衣服换上，好不好？摄政王府没有女子的衣物，这些衣是新的，我没穿过，已经命人去准备新的衣物了，只能暂时先委屈叔叔穿我的了，好不好？好。我就在外面等着，需要帮忙就喊我。楚九清走到寝殿门口，又退了回来。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想起来你肩膀上的伤口刚包扎好，不能随意乱动，还有手上也都有伤口，可能不方便自己动手换衣服。摄政王府没有丫鬟。说着，撕拉一声，他动作利落地在自己的衣摆处扯下一长段黑色布条，向林叔叔走去。我想了想，还得是我来帮你。你用这布条将我眼睛蒙上，我帮你换，好不好？看着他惊讶的目光，楚九清浅浅笑了笑，将手中的黑色布条绑在自己的眼睛上，正色道：“我保证不看，不碰。”那你保证不许看，不许把它摘下来。好，保证不看，没有你的允许，绝对不摘下来。楚九清轻笑着回答，语气宠溺到不像话。叔叔，我现在看不见，需要你帮我指引方向。闻言，林叔叔红着一张脸，伸出手指，领着他的手放在了自己腰带的位置。在楚九清细致入微的动作下，衣服一层一层的掉落在地，最后只剩下他的肚兜和熟裤。在他的手指碰到林叔叔胸前肚兜的系带时，指尖微微一颤，瞬间缩回了手。对不起，我不是。不只是他，林叔叔也是心底一颤，惊得一瞬间忘记了反应。他以为楚九清要帮他解开肚兜，其实他并没有碰到自己，也没有冒犯到自己。但在看到楚九清难得的窘迫之时，他没忍住轻笑出了声。楚九清知林叔叔在笑话他，却也只能无奈笑笑。随后，楚九清硬着头皮拿过事先放在床榻上的熟衣替他穿上。林叔叔的目光落在楚九清有些发红的耳根上，怔愣了片刻，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只是这笑声听上去取笑的意味过于明显了些，惹恼了本来就有些羞窘的某人。楚九清勾了勾唇，嘴角扬起一抹危险的笑意，栖身靠近林叔叔，一只手扣着他的腰往怀里带，一只手指尖捏起他的下巴，发了狠的重重亲吻下去。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直寻寻觅觅对什么的意识，还记得
前生是与情恨，像是我愿还的天，那一行情绪转个心，是你的名。一吻结束，林叔叔的嘴唇红肿不堪，艳若海棠。叔叔，我现在可以把布条解开了吗？声音低沉阴哑的不像话，耳畔传来的声音又欲又撩，让人心头一震。可以。他轻拢了拢林叔叔身上的衣服，随后将他打横抱起，往店外走去。一直守在店外的冷风和冷冽看到两人走了出来，心中大骇，看着他家王爷离开的方向，那是温泉浴池。这俩人不会真的直接生米煮成熟饭了吧？可这时间不太长啊，按照他家王爷的武力值，应该不止这种程度的时长啊。难道他家王爷……冷风这边正思考着，就见冷冽直接起身跟了上去。你跟上去干嘛？去保护王爷啊！王爷需要你保护。你个粗人，说了你也不懂。我粗人？我能有你小子粗？我呸！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话可不行说，不行说。冷风使劲晃了晃脑中的颜色废料，抬腿上前，再次拦住了冷冽。不说清楚，不许走。哎呀，你没看到那位林小姐正缠着王爷吗？就咱们王爷那祸国殃民的长相，要不是气场太吓人，怕是男子见了都要垂涎3尺啊！林小姐那眼神，一看就是对咱们王爷目的不纯，图谋不轨。万一她趁机非礼王爷，占咱们王爷便宜怎么办？冷风顿时无语抚额，这是哪块巨石里边蹦出来的傻子呀？这人可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没救了。那你就没有看到咱们王爷的眼神和脸色？冷冽摇了摇头，王爷的脸色还不好看清吗？无非就是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块脸喽。呆子，我真不知道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你没有看到王爷脸上那副春心荡漾的模样吗？就差写着欢迎非礼几个大字了。他巴不得林小姐非礼，他占他便宜呢。你若是现在跟上去，就是找死。青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这小子油盐不进，对着冷冽这块腐朽的呆木头多说无益。于是冷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楚九卿将林叔叔抱到了后院的一处天然温泉处。叔叔，把手搭在两边，不要让受伤的地方碰到水。林叔叔点了点头，一一照做。你不用这样守着我，我自己可以的。好，我在外面等你，不需要就喊我，别又睡着了。没一会儿，冷风硬着头皮急匆匆地走进了院内，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将他带过来。冷风神情一僵，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却也不敢有任何异议。楚九卿收敛了情绪，不动声色地往温泉浴池内走去。正在闭着眼睛享受的林叔叔听到了点动静，并没有好奇地睁开眼，他以为是楚九卿担心他会睡着，特意进来看看。于是他轻声开口道：楚九卿。而此时不远处的院门口走进来一道白色心长的身影。很快，楚君离的身影逐渐出现在了楚九卿的视线中。四目相对之时，楚君离的瞳孔猛地放大，眼眸里瞬间一片猩红。温泉池内，林叔叔见一直没人回应，正想睁开眼看看究竟。在他眼眸睁开的一瞬间，楚九卿微凉的薄唇附了上来，薄唇轻启，吻得很深。他的吻强势又霸道，仿佛在宣示着什么主权一般，周身都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气势。林叔叔只觉双腿发软，身体逐渐瘫痪在他火热的怀抱里。感受到怀中人的配合，楚九卿眼眸中露出一抹得逞的笑意，十分的满足了他此时心中的阴郁、疯狂、偏执和邪恶。既然楚君离想看，那便让他看个彻底，看个够。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让楚君离看到这一切。楚君离后悔了吗？想吃回头草了吗？有他在，休想。楚君离看向楚九卿的眼神里是无尽的不可置信，一股巨大的怒火如烈焰一般在他胸口熊熊燃烧，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灼烧殆尽。林叔叔该是他的，他本就该是他的。看着这一切，楚君离此刻正被怒火灼烧的心嫉妒的想要发疯。林叔叔口口声声说爱自己，怎么可以转过身和别的男人？他怎么敢这样背叛他？他今天一直在担心林叔叔，他楚君离生平第一次因为一个女子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得知他在摄政王府，生怕他会得罪自己那个阴晴不定的九皇叔，他放下一切过来找他。可他呢？他竟背着他和他的九皇叔纠缠在一起。
此时的楚君离眼底燃烧着滔天的怒火，恨不能将眼前这两人焚烧殆尽。凌叔叔只能是他的。三皇子殿下，请您离开此处。楚君离运起内力想要动手，一群暗卫凭空出现，将他围了起来。三皇子殿下，这是摄政王府，轮不到你在这撒野。再说了，你和林小姐早就没有任何瓜葛，别忘了，当初还是您亲自当众拒绝的退婚，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如今您无权干涉林小姐和谁在一起，如果您今日非要在这闹起来，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所以，请您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这里。冷风说的每一个字，就好像在楚君离的脸上重重的扇了一个耳光。偏偏冷风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真是可笑，太可笑了。这一切不都是他想要的吗？可为什么看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心里会这么难受？就好似心中的最为重要的一角，硬生生的被人剜了出去。初时不觉重要，等反应过来之时，已是痛彻心扉。他不相信那个那么爱他的凌叔叔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轻易爱上别人，他一定是在报复他。对，一定是这样。冷风见了都忍不住唏嘘不已，不愧是他们家王爷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是绝杀。叔叔，不要离开我。凌叔叔听出了他话语中的不安。好，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这次他没有再亲自替凌叔叔换衣和更衣，而是叫前来送衣服的绣娘伺候他沐浴更衣。直到身后传来动静，楚九卿立马转过身。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叔叔，从今往后，你就是这摄政王府唯一的女主人，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我。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可能需要用一辈子来回答。叔叔愿意听吗？一颗心似被狠狠搅动，句句没体爱，却句句都是深情。凌叔叔似是被蛊惑，在大脑还没来得及思考做出决定之前，他直接说了个好字，这便是答应了他许诺的一辈子。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叔叔，我会一直爱你，你可以反复向我确认。凌叔叔红透了一张小脸。晚膳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带你过去。委屈叔叔再忍一忍，马上就到。我自己可以走。我想多抱一会儿。楚九卿抱着凌叔叔到正厅的时候，晚宴已经摆满了整整的一桌。没一会儿的功夫，在楚九卿的不断投喂下，他已是吃了不少东西。吃饱了吗？吃饱了。叔叔，再陪我一会儿好不好？好。楚九卿。楚九卿。怎么了？傻瓜，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想说什么都可以直接告诉我，知道吗？楚九卿，其实我一直有件事瞒着你。那叔叔先别说，让我来猜一下好不好？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叔叔说的应当是上次在福安寺后山密林中的那件事。看似疑问的话语，却是肯定的语气。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在骗他。叔叔，你没有做错，这样危险的事本就不该随意告诉任何人。再则，那人本就不是一般人，若是不小心被他发现，于你于林泰夫妇都是灭顶之灾。所以叔叔没有做错，叔叔很勇敢，保护了自己和家人。凌叔叔突然就觉得鼻尖有点酸，眼眶中氤氲着些许诗意。你知道是谁？楚九卿眼眸顿时浮现出一丝冷意和狠戾，在看向凌叔叔时转瞬即逝，语气淡淡的道：是太子楚君情。你怎么知道的？还得是多亏了叔叔的帮助。多亏了我？我手下的人查到是皇城中人，加上后续的蛛丝马迹，便确定此人乃是皇室宗亲。那日去福安寺的皇室宗亲不在少数，并不能立马确定就是其中的哪一个。那为什么是多亏了我？因为我发现了叔叔在暗中派人监视着东宫，监视着楚君情的一举一动，所以我才能快速将重点目标定在了他身上，着重展开调查。这话楚九卿其实说的也没错，只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楚九卿故意忽略了没说，那便是他在暗中调查这件事时，最先引起他注意的便是楚君离的动作。他发现楚君离在暗中调查楚君情，并且查出了不少东西。他顺藤摸瓜，发现了楚君情私底下那些肮脏龌龊的所作所为，其次才是发现了在监视东宫的众多分派中也有凌叔叔的一部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今日。凌叔叔的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不上不下的难受的厉害。对不起。叔叔没有做错，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内疚。每个人身处的位置不同，对事物的考量也不一样。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
楚九卿对他真的很体贴，总是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他的情绪。后来凌叔叔拉着他说了许多话，将他那日在福安寺中遇到楚君情的事挑了些有用的重点同他讲了讲。楚九卿默默地听着，只是在听到楚九卿想对他图谋不轨时，不动声色的眼眸暗了暗，将所有的情绪翻涌都收敛到滴水不漏。那今日刺杀之事也是楚君情做的吧？楚九卿点了点头，随后又补充道：叔叔放心，今日之事不会再发生，他日后再也威胁不到你。如今楚君情的爪牙都已被他借机一一剔除，不留痕迹。他一个失势的太子，日后在这东宫之中，怕是连自保都难。所以之前在皇宫那偏殿内搜查出来的媚药和南婉音的舞裙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凌叔叔眨着大大的眼睛，一双眼眸明媚澄澈地看着楚九卿。你真的给楚君情下了媚药？随后楚九卿话锋一转，语气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也有一件事没有告诉叔叔，楚君情已经无法人道了。这件事情他目前自身应该还没有发现。凌叔叔闻言猛地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此刻凌叔叔只觉身心舒畅，大快人心。见凌叔叔一直沉默不语，楚九卿抬眸看向了他。怕我？楚九卿，你对我这么好，我才不会怕你。别人如何我才不会在意啊，尤其是像楚君情这种死10000次都不嫌多。那叔叔不觉得我做事狠辣残暴吗？如果他们都说你狠辣残暴，是修罗恶煞，那我就是小毒妇。小毒妇？楚九卿呢喃着，忍不住轻笑出了声。那你只能是我的小毒妇。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该送我的小毒妇回家了。凌叔叔小脸微红着，点了点头。楚九卿亲自抱着凌叔叔上了马车，如约将他送到了凌太傅府。别担心，万事都有我。楚九卿，谢谢你，还有今天的晚膳很好吃，我很喜欢。说完，他红着脸快速跑进府里，不敢再看楚九卿的反应。楚君离失魂落魄的刚回到府门口，府中管家便上来禀告：殿下，沈三小姐还在府上等您呢，已经等了1个多时辰了。他人现在何处啊？他这明显不悦的语气让管家有些意外。回殿下，沈三小姐在正厅等您。楚君离踏进正厅的一瞬间，沈玉娇马上就站了起来。楚君离抬眸便见到了沈玉娇那期盼的眼神，他心中蓦地一痛，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份疼痛不是因为沈玉娇，而是因为凌叔叔。他看到沈玉娇这期盼的眼神，又想到了凌叔叔，想到凌叔叔曾经总是跟在自己的身后，用这种期盼的眼神盼着他回眸，与他说上几句话。凌叔叔那个女人多心狠啊，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爱他，转头就和他的皇叔卿卿我我，实在是可恶至极。君离哥哥。玉娇，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哭了？没什么，只是有些想见君离哥哥了，便来这府上找你了。见君离哥哥这么晚还没回来，玉娇心里很是担心，又不能做些什么，便一直在这等着，要亲眼看到君离哥哥回来，玉娇才能安心。但真的等到君离哥哥回来，看到君离哥哥出现的那一刻，玉娇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哭了起来。这看得楚君离心中一紧，一股极大的愧疚感涌上了心头。是他的错，上一世就是他负了沈玉娇，娶了凌叔叔那个女人，自己下定决心这一世要好好对沈玉娇的。今日要不是他到处去找凌叔叔，也就不会让沈玉娇因为他担惊受怕。是我让你担心了。沈玉娇等的就是楚君离的这番话，他要让楚君离对他心生愧疚，算人算心，谋人谋情。此时靠在楚君离怀中的沈玉娇眼中划过一丝笑意，而楚君离对这一切浑然未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国公之女婉音，出身名门，秀外慧中，淑慎性诚，勤勉柔顺，雍和翠纯，性行温良，克贤内则，淑德含章，着许配给太子，为太子正妃，着良辰吉日完婚，钦此。南大小姐，接旨吧。南婉音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双肩隐隐颤抖，像是在极力地隐忍着什么。婉音，接旨。南婉音身体微微一颤，才不情不愿地上前接过圣旨。有劳公公走这一趟了，烦请去前厅喝喝茶，用点点心。玉容郡主客气了，建议咱家收到了，这喝茶就不必了，咱家还要赶着回宫复命呢。随后宣旨公公将这沉甸甸的荷包收入衣袖中，满脸堆起来的笑意施施然地走了出去。
阿娘，女儿不要嫁给楚君情。您明知道女儿喜欢的是九卿表哥，为何还要答应这门亲事呢？女儿死都不要嫁给楚君情。如果不是他设计女儿，女儿也不会。住口！若是往常，南婉音这么一哭，玉容郡主定是心疼的不行。但今日之事非同小可，皇帝亲自下旨赐的婚事，不是他说不嫁就能不嫁的。阿娘，女儿不要嫁给楚君情那个伪君子。女儿喜欢的是九卿表哥，女儿这辈子非九卿表哥不嫁。求求您了，您想想法子，去替女儿退了这门婚事。皇上那么看重您，您去求情一定可以的。玉容郡主扬手给了南婉音一巴掌，南婉音被这一巴掌打得彻底愣在了当场。玉容郡主则是有些怔愣地看着自己动手的那只手掌，她在这一巴掌打下去后，立马就后悔了。女儿在外面被人欺负，受尽委屈也就罢了，如今就连母亲都不疼爱女儿了。是母亲不对，不该一时冲动就动手打你。但嫣儿要知道，你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母亲绝对不会不疼你，也不会让你平白的被人欺负了去。母亲若是不帮我退了这门亲事，我是不会原谅您这一巴掌的。嫣儿又怎知母亲没有开口为你去退这门婚事？你现在是不是满心满眼就只有楚九卿那个男人？楚九卿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念念不忘这么多年？阿娘，女儿爱他，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从小时候他来府上见到他的第一眼，女儿此生便认定了他，非他不可。他哪有给我灌什么迷魂汤？从头到尾都是女儿一厢情愿罢了。既然阿娘开了口，那为何皇上还要将女儿赐婚给楚君情呢？哼，这还得多亏了你的那位九卿表哥。什么？在母亲开口婉拒之后，皇上确实是态度有所松动，但是架不住摄政王楚九卿亲自向皇上举荐你为太子妃。摄政王还说你与太子殿下才子佳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再者，你的父亲也没有异议，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又能说什么呢？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注定是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的。这其中的苦楚，他自己经历了个彻底，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于是他便不希望自己从小疼爱的女儿日后步入自己的后尘，可偏偏事不如己愿。思及此，玉容郡主心中一滞，用力的闭了闭眼。怎么可能？阿娘，你在骗我对不对？你一定是在骗我。九卿表哥他不可能这么对我的，我不信，他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他怎么可能这么做？唉，他从未将你放在眼里，又为何会在意你愿不愿意？为什么？阿娘，我做错了什么？九卿表哥为何要这么对我？他明知楚君情对我不怀好意，我嫁过去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却还要将我往这个火坑里推。说着说着，南婉音眼眸里突然就有了恨。他林叔叔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有娘生没娘教的贱人。九卿表哥他居然为了那个贱人就要如此这般的对我。阿娘，我好恨呀！这京中姓凌的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屈指可数，那便是那个人的女儿无疑了。会是故人相逢，还是冤家路窄？嫣儿，快同为娘讲讲那日在宫中到底发生了何事？南婉音抬起了头，擦了擦眼泪，将那日宫宴上发生的种种都说了出来。阿娘，女儿是被人设计陷害的，他们差点就毁了女儿的清白，女儿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阿娘，你一定要为女儿报仇啊！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欺负我南国公府的人，还敢算计我玉容郡主的女儿？是林叔叔。阿娘，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的教训那个贱人。他已经好几次从南婉音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了。如果她真的是那个人的女儿，那还真是天意如此，命中注定，造化弄人。思及此，玉容郡主的眸底浮现出一抹狠厉之色。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差点都快忘了这一切了。不愧是那个人的女儿，还真是和她娘一样的，处处惹人生厌。当年她能斗过那个人，那么现在她玉容郡主的女儿也绝对不会输给凌叔叔。嫣儿，你口中的那位凌叔叔可是凌太傅之女？没错，就是他。阿娘可是认得他？阿娘不认识他，只是心中猜测。那阿娘会帮我教训他吗？嫣儿放心，欺负过你的人，阿娘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你与太子楚君情的婚事。
阿娘暂时先想办法拖一拖，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必会如你所愿，帮你退了这门婚事。时间匆匆一晃而过，京城热闹的大街上，经理哥哥，你觉得这几匹布料颜色质地怎么样？哪种颜色更好看？经理哥哥，还有这个，君离哥哥，沈玉娇叫了好几遍，楚娟离都没有回应。她不解的回眸看向还在沉思的楚娟离，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袖。君离哥哥刚刚在想什么？玉娇叫了你好几遍，你都心不在焉的。君离哥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还未处理？不是，刚刚本宫只是走神了，玉娇不要多想。今日除夕，本宫特意空了这半日的清闲出来陪你逛街，这些你喜欢的都买，还喜欢什么随便买就是，不必给本宫省银钱，本宫有的是。那玉娇多谢君离哥哥厚爱。大过年的，一出门就遇上这俩人，还真是晦气得很。他蹙了蹙眉，假装作没有看见他们似的，直接就往门外走去。站住，林叔叔。臣女见过三殿下。你刚刚没看见本宫？恕臣女眼拙，走得匆忙，未能及时看到三殿下，还望殿下恕罪。一股无名之火漫上心头，楚君离看着自己眼前待他冷若冰霜的林叔叔，呼吸渐重渐粗，完全不记得自己身侧还有一个脸色难看的沈玉娇。林叔叔，你如今非要处处与我作对吗？林叔叔皱了皱眉，没有说话。楚娟离走到他的面前，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语气低沉道：你对他呢，也是这样的态度，还是像从前在我面前献殷勤那般讨好的态度？楚娟离口中的这个他是谁，不言而喻。林叔叔猛地睁大了眼睛，有些诧异，又有些气怒。怎么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林叔叔，你没有必要为了报复我，故意去接近我九皇叔，他不是一个你能随意拿捏住的人，你最好离他远些。看来臣女不是眼拙，而是眼瞎了。若不是眼盲心瞎，当初又怎么会喜欢上三皇子殿下您？现在看来，三皇子殿下浑身上下真是没有一点值得臣女喜欢的。楚娟离心中一颤，额角的青筋浮现，满脸愤怒与不可置信的死死盯着眼前的林叔叔。如果不是当下场合不对，他是真的想亲手掐死林叔叔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突然，林叔叔感受到自己的耳边有一道劲风掠过，速度极快，他根本来不及躲闪。林叔叔身后一阵巨响，意想不到的疼痛感并没有传来，他一双锐利的眼眸恶狠狠地盯着自己，一拳打在了他身后的门框之上。他的拳头上亦是渗出了斑斑血迹，一滴一滴地掉落在地。楚娟离此刻只觉得心脏处每跳动一次，痛感就加深一遍，就好比钝刀戳肉。春桃见状赶紧上前，想要保护林叔叔。不想找死的话，就立刻给本宫滚下去。春桃，我不会有事，你先到外面去等我一会儿。待春桃走出去之后，林叔叔方才回过头来看向了眼前的楚君离。三皇子殿下，你莫不是忘了，你喜欢的沈玉娇还在你身后看着呢？你今日此番行为，让你的心上人作何感想？楚君离闻言身体一僵，向后退了一步，稍微拉开了下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他眼眸沉沉地看着眼前冷漠淡然的林叔叔，心情没由来的一阵烦躁，脱口而出：你以为这天底下的女子都和你一样，善妒又记仇？玉娇最是大度听话懂事，自然不会同你一般见识。都道最是薄情帝王家，他想楚君离不愧是皇室中人，自私和凉薄仿佛天生自带的一般，肆意挥霍着别人的爱意还不屑一顾。他是真的冷性冷情到了骨子里的一个人，就像此刻他眼里根本就看不到沈玉娇脸上那难看到难以形容的脸色。可笑上一世的自己竟然还妄图用满腔爱意来感化他，这是鬼迷心窍痴心妄想。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女子爱上这样一个薄情寡性的男人，结局都是悲哀的，除非她不爱。谋财一劳永逸，谋爱一败涂地。思及此，林叔叔勾了勾唇角，笑得讥讽，又带着几分自嘲，凉凉的道：既是如此，那臣女便恭喜三皇子殿下觅得如此良人。但臣女也不得不提醒一下三皇子殿下，你我二人早已划清界限，如今殿下家人陪伴在侧，还是同臣女保持点距离的好。言尽于此，臣女有事先行告退。说罢，林叔叔转身举步就要离开，手腕被人用力握住。三皇子殿下这是何意？男女授受不亲。隔着衣服不算。林叔叔，欲擒故纵也要有个度，你没有必要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一而再的激怒我，更不该为了报复我跑去勾搭我九皇叔。林叔叔，
适可而止，不要让我们回不了头。我们早就回不了头了，不是吗，三皇子殿下？林叔叔。楚君离握着他手腕的手在隐隐发抖。就在这时，一直在楚君离身后沉默不言的沈玉娇适时的开口：君离哥哥，玉娇不喜欢这里的绸缎，我们换一家去看看可好？很长一段时间，楚君离都没有说话，他不知是在想什么，清冷如玉的面容低垂，眉头紧蹙。三皇子殿下。两人僵持之中，凌叔叔突然的就喊了楚君离一声，声音平静如水。楚君离神色微动，几乎是立马就回应道：你说，想说什么直说便是。哼，没想说什么，臣女还以为三皇子殿下年纪轻轻的耳朵就不大好使了呢。你的心上人在喊你呢，三皇子殿下没听到吗？你……楚君离气急，心上人这几个字莫名的让楚君离心中有些反感。但凌叔叔夹枪带棒的一番话，更是让他心中恼怒，心烦意乱。他是喜欢沈玉娇，但还没到心上人这种地步。他可以允许自己动感情，但绝对不会有真心。楚君离目光阴沉地看着凌叔叔，沉默了片刻，突然低低地笑了，笑意中透着森寒。本宫倒是觉得这家铺子的料子都不错，本宫今日高兴，全都买了。说完，从袖中掏出一大沓银票，直接豪气地甩在了柜面上。凌叔叔见状挑了挑眉，看不明白这楚君离今日又是搞的哪一出，又或者是脑子让驴踢了不成，平白无故的给他送钱。既然三皇子殿下今日如此好兴致，那咱们也不能扫了殿下的兴。你们现在把这店铺内的所有料子都打包起来，送到殿下府上去吧。另外，账目都要一一核对清楚的。咱们铺子是做正经生意的，这多出来的银钱一分一毫都不能要。店内的伙计纷纷点头应是。今日过年，在原先的基础上，掌柜的多发100两银子作为奖励，伙计们便每人多发50两吧。接下来就辛苦大家了，都早点忙完，早点回去与家人团圆过年。多谢大小姐。大家都不必谢我，要谢便谢三皇子殿下吧。多亏了他今日这番的大手笔，才有你们的奖励。多谢三皇子殿下，欢迎您下次再来。此言一出，凌叔叔差点没憋住笑出来。你倒是挺会做生意。明眼人都觉得楚君离这钱花的实在是冤枉，楚君离自己也清楚得很自己在做什么，可他却诡异的觉得这钱花的非常值。他被宰还被宰的心甘情愿，还很享受。鬼使神差的，他还想再来。楚君离早就听闻凌叔叔接管了凌太傅府中的产业，本以为他只是瞎折腾，他也早就知道这家铺面是属于凌氏的产业，便在今日陪沈玉娇逛街时特意走进来逛了逛，想看看他打理的情况，重点是想看看他。王爷，这大过年的，您又何必亲自动手呢？白白脏了您的手和剑。冷风站在一旁，语气无奈又不解的道。楚九清自顾自地擦着自己的剑，丝毫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冷风欲言又止，最后终是叹了一口气。他们王爷自收到消息，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一路追杀至此。地上躺着的这些尸体，都是那日在福安寺后山密林中帮助楚君情摄阵对凌叔叔下手之人。感动他的人，不管在哪儿，必亲自诛之。这时的他，才是真正的摄政王楚九卿，那铁血残酷，一夕之间取下敌人首级的战神将军。触及逆鳞，褪去所有伪装，现出执拗的疯狂。处理干净了。是。太子那边如何？回王爷，楚君情自发现自己不能人道之后，脾气变得愈发的暴力无常，每日对东宫之人动辄打骂欺凌，简直禽兽不如。哼，看来还是下手太轻了，今日便把他那双手也废了吧。就凭他楚君情也敢打他的主意，不知死活。喜欢玩刺激是吧？那就陪他慢慢玩。楚九卿脸上的阴冷狠戾情绪看得冷风都发颤。今日就动手？冷风此时真的很想提醒自家主子，今日是除夕，下午还要进宫参加宫宴嘞，玩得这么刺激，真的好吗？唉，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不知不觉间，叔叔就从那个还没爹爹小腿高的小姑娘，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爹爹是不是也老了？爹爹看起来一点都不老，还是那么年轻，风神俊朗的模样。今日啊，女儿在大街上还听到有人夸您温润如玉、俊气硬朗、气质独绝呢。想来爹爹年轻的时候必是这京城中1等1的美男子。外面炮竹声起，爆竹声声，岁时更替。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辞旧迎新。
绿回春见，新元照起，烟火照夜白。他漫无目的的走着，看到爹爹书房的灯还亮着，便好奇的走了过去。阿锦啊，今日心碎，不知你在那边可还好？我和女儿一切都好，你无挂念。咱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也长高了。阿锦啊，你知道吗？我今日才发现，原来咱们的女儿叔叔啊，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长得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的绝色倾城，尤其是笑起来的样子，经常让我恍惚觉得是看到你回来了一样。阿姐，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不然这么多年，你为何一次都不肯来我梦中？阿姐，我好想你，你再等等我可好？等我为咱们的女儿找到一个好的归宿，看到她嫁人生子，生活美满幸福，我便能了无牵挂的下去陪你了。原来是他爹爹又拿着娘亲的画像在缅怀娘亲了。这样的场景，林叔叔从小到大见到过无数次。他还见到过他那个在外高傲不屈、叱咤风云的爹爹，喝醉后在他娘亲的画像前哭得撕心裂肺，像个丢了什么重要宝贝的小孩。因此，自他记事起，便从来不会在他爹爹面前提起他娘亲。他爹跟他说过，他娘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女子。他说，他和娘亲是上天给他的最大恩赐。也正是这样，他从小便认定自己有个世上最好的娘亲。你怎么来了？叔叔，除夕夜快乐，子母尔尔，烟火年年，岁岁平安。祝我的小姑娘年年如意，朝朝暮暮，岁岁长安。话落，外面新年的更声敲响。倏儿，他又在他耳边说道：“新年快乐，我的小姑娘。”你是连夜从宫中赶过来的吗？回应他的是楚九卿热情似火的身吻。直到他被气得呼吸不畅时，楚九卿才终于克制住，结束了这个吻。怕我吗？他将林叔叔打横抱起，往暖阁内走去。叔叔，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新年，我只是想陪你一起过年，想在新的一年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你。叔叔，你知道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京城过年了，皇宫不是我的家，有林叔叔的地方才是。别说过年了，楚九卿已经许多年未曾回到京城，上一次还是在10年前。10年旧梦无处寻，几度新春不在家。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勒归无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山河远阔，人间星河，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原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林叔叔看着他有些落寞的神情，有种莫名的心疼和说不出的鼻酸。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只能默默地伸出手回抱住他，抱得很紧很紧，默默地陪伴他，告诉他他在。我有个东西要给你。什么东西？他轻轻打开锦盒，里面躺着一只遍体通红、流光溢彩的血色玉镯。只一眼，林叔叔便彻底红了眼眶。他脸上分明带着笑，可神情却又是说不出的哀伤。乖，叔叔不哭了，是我不对，叔叔不哭。叔叔要是难受就打我，别哭坏了自己的身子。他眼眶通红，眼眸一瞬不瞬地盯着楚九卿看，
竟是生出了一股子恍若隔世之感。原来是他，一直都是他啊！过了这么久，可要喝水？我去给你倒杯水。楚九清温声细语地说道。他刚要起身，林叔叔却突然伸出双手环住了他的脖颈，整个人都扑到了他的怀中，紧紧地搂着他不让他动。叔叔，楚九清，我原先不明白的，不明白为什么是我，又为什么是你，但是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原来你早就出现了。这话一出，让楚九清顿时心神一震，以为他想起了些什么。娇娇，后者却是有几分意外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叫娇娇？楚九清笑了笑，没有说话，眼底的亮光渐渐暗了下去。他还是没有想起他，没有想起他们的过往。林叔叔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前世他是见过这只血色手镯的。在他与楚君离大婚的当晚，有人特意派人将这只手镯送到了他的手上，说是给他的新婚贺礼，神神秘秘的。他想起来，楚君离似乎没有给过他两人之间的定情信物，便以为是楚君离自己不好意思亲自给，才叫人送给他的。他满心欢喜，当时就戴在了手上，整日里爱不释手的戴着。原来一直都是他，一直都是楚九清。林叔叔突然就想起了在福安寺内那位住持说过的话，他说凡事皆有因果，因果自有定数。他还说有人不顾一切替自己求一个来生，所以这世上真有因果吗？那个人会是楚九清吗？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喜欢我？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为什么会喜欢我？你这样好，为什么偏偏选上了我？叔叔，说错了，不是喜欢，是爱。叔叔，我爱你。爱一个人没有原因，我若是知道原因，便也不会深陷其中。楚九清，若是我在你之前先喜欢上了别的男子，你当如何？他想知道上一世的楚九清为何始终没有出现在他面前，为何没有阻止他与楚君离成婚。楚九清动作微微一顿，垂下了眼眸，看似古井无波，实则周身寒意森然，叫人脊椎发冷。他像是在极力地压制着什么，沉默了许久，近乎诡异的平静。如果真是你所求所愿，我大概会成全你吧。他这话倒是更像是在问自己。叔叔，别人喜欢你，无论是谁我都可以抢，唯有你爱上了别人，我无可奈何。我可以锁住你的人，但锁不住你的心。所以就算你不喜欢我，我也会想尽办法不让你爱上别人，因为那样我怕自己会下不去手。下不去手，毁掉你想要的幸福。爱到极致便是纵容和放手。林叔叔怎么也没想到，原来竟是这样。原来上一世他至死都不知道，原来有个傻子始终在默默爱着自己。难怪上一世在他大婚第2日，京中便传出摄政王楚九清向皇帝自请一生戍守边关。他是怕自己多留一刻，都会忍不住毁了他费尽心思求来的幸福吧。可笑上一世他爱而不得，楚九清又何尝不是？都是一对痴人罢了，是他悔悟的太晚太迟。叔叔，只要是你喜欢的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不管多难，我都愿意送到你面前。不要哭了好吗？你一哭我心都要碎了，都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才好。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还是第一个让我如此挖空心思费力想要哄你开心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他语调低沉阴哑，似在自嘲，又像是在叹息。一城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既许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叔叔，你想要的爱我有，我给你，加倍给你，都给你，只给你。对我而言，一生一世只有一次心动，要么摔个粉身碎骨，遗憾终生，要么一生一世一双人，如愿一生。我不想遗憾，我喜欢你，心悦你，爱你，不能没有你。叔叔，我会让你幸福的，把心交给我，好不好？林叔叔心中重重一颤，指尖发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楚九清。他原本以为自己重活一世会封心所爱，简单了却一生。他在自己心底筑起了一道高墙，困住自己的同时，也不让任何人进来。可是今日突然有个宛若谪仙般的男子来到他的身边，他用深情坚定的眼神，认真笃定的语气告诉他：你是首选，是偏爱，是唯一。于是林叔叔在短暂的失神片刻后，重重的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地说了个好字。回应他的是楚九清直白热切的深吻，他的动作很温柔，就好像在对待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样。他
他含住她娇嫩欲滴的唇瓣，轻轻吸吮摩挲。林叔叔沉浸其中，难以自持。吻了许久，楚九卿才放开脸色绯红、气喘吁吁的林叔叔。一起看雪。声音低沉阴哑到不像话。好。好看吗？他似是被蛊惑，点了点头，脱口而出：好看。好乖，再亲一口好不好？好。话音落下，楚九卿的唇附了上来，触碰他的唇瓣，轻若无物的一个吻，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林叔叔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只觉得此情此景过分的美好和温馨。他好想就这样和他携手一辈子，直到两人白头。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林叔叔眸光不经意的就看到了桌案上那个被楚九卿随意搁置在一旁的锦盒，还未等林叔叔开口，楚九卿已是起身将锦盒拿了过来。喜不喜欢？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你喜欢就好。